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0年4月7号星期二，有收到一台这个充电式的吸尘器。初步在使用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吸力比较小一点，充电式的觉得问题都会出在电池上面，所以我现在先给它充饱电。然后来量量看它现在的电压是多少。现在量起来大概只有21.2的电压而已。这种机器设定是22.2V 的，所以如果没有超过24V 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的功耗会跑不出来。像这种机器，它有使用一定的年限的话，那问题大部分会出在电池。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尝试来更换电池。预计用这种 Panasonic 的6颗，它有2颗是 NCR 1865A 的，4颗是 NCR 1865B 的，所以它的功耗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不过没关系啦，反正就尝试看看啦。通常我的建议就是你尽量要用一样的电池，因为它这个设计感觉上不会很困难，都是用螺丝的，可以先把这些螺丝都拆起来。没有意外的话，它里面应该是6颗电池，因为6颗才能到24伏嘛。螺丝都拆起来的话，标签要先把它割掉。通常一割掉你就没有保固了啦啊。不过对我们来讲，这个都无所谓啦。前面设计的这边比较难拆一点，看能不能这样子直接把它拆掉。里面这两边还有卡榫啊，所以这个卡榫比较难拆一点。那光是遇到这种要拆的就很麻烦，有时候硬拆都怕把它拆坏掉。那这边先这样子好了，要不然我怕硬拆会把前面这边拆坏掉。它就用快拆式的所以这样子电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电池没有意外就是6颗，接下来就是先把电池拆起来。它用这种热缩膜的会比较难拆一点。没有保护板啊，它是直接用连接上去的。那保护板应该在里面，因为它都是用电线的，所以我们要先拍照要不然到时候忘记怎么接，那就麻烦了。这个电池再换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就先保持这样子。那先把6颗的电池串联起来以后，我们再来拆这些线。再慢慢的把每一条线都给它装回去就好了。反正你如果不是很了解这种安装的作业的话，那就是按照它原先的样子下去做，应该就可以了啦。不用太担心你自己也会装错。你要先把所有的这种胶带把它拆下来，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啦。接下来我们就是拿电池下去做焊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行焊接。就是按照它原先的设计下去做焊接。这个镊片是我买新的，然后自己回来裁的，所以你会看到大小不一，有的比较大片，有的比较小片。因为我做这个还蛮随便的啦，反正能用就好。这边都要串联，我们先做这2颗，先裁出我们要的长度，然后我们来进行点焊，最少点4个点就可以了。这样子就点焊好了。这2颗它也是要串联，这一边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背面，反正你就是按照它原厂的做法，你不要接错就好了，接错就短路了。这2个要连接另外那2个电池，这4颗就做好了。接下来做这2颗，这边给它有一点点间隙，我都是用手边有的材料下去做就可以了啦，不用搞得那么专业。它这边有一个衔接的，所以我们这边要稍微留一点点长度出来。这边应该就 OK 了，最后再确认一下。那我们把它翻过来，这2个还要接2片出来，就输出了。然后它这边只要留一点点接尾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6颗电池的串联都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接它这个线。接下来就是分别把正负极这边拆下来就好了，分别把正负极接上去，这2个就接好了。这边的话，因为我没有这个胶了，所以可能考虑用热熔胶就好。那有时候怕温度太高热熔胶会溶掉，应该是不会啦，因为这个毕竟有保护板的嘛。最后再把感应的接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晓得它这一片是什么，所以一样把它接上去就好。有时候遇到不知道的东西，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接上去。这样子电池的部分大致上应该就算 OK 了啦。然后这边都有一些地方要先做绝缘的，因为我这边也没有专业的东西啦。之前有买这个耐高温的胶带，绝缘的部分就全部用这个耐高温的胶带就好。这边热感应的应该是温度感应的啦，就用热熔胶把它粘在这边。这边已经有绝缘起来了嘛，就可以先用等回宝绝缘胶带把它做固定。热熔胶好了，粘上去。反正基本上手边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做出来能用就好。完成了，做出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完成以后，我们当然就是要测试了，直接再把它装回去。它现在量出来就有24伏了，理论上就是要这个电压才对。看看能不能正常充电。哦，那这个是扫地机器人在用的啦。不过我还是建议你要用原厂的啦，因为我们收到这个有时候不可能有原厂的啦。可以正常充电的，还要闪红灯的。那充完就是蓝灯吧，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来测试一下机器，看看马力有没有增强。这是轻档，这是高速档，有啦，感觉有稍微强一点点而已啦，可能是它原先的设计就不是很强了，稍微让它跑一下。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啦。接下来就是直接让它充饱电。那在充电的期间，我们可以把这些电池拆下来，可以去量每一颗的电压是不是有符合标准。因为这些电池电压不够的话，通常都是其中有1颗或2颗坏掉。这些电池虽然说有一定的寿命，但是大部分拆下来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要会自己检测啦，像这一颗只有 3.58， 这一颗也是 3.58， 全部的电压大概都只有剩掉 3.5， 而且这个都是我昨天充一整天的电了，充电值理论值啊都是在 4.2 左右。哦，那我现在全部换上去的都是充完电至少都有在 4.3 以上，所以理论上应该可以增加这一台的实用性。不过电池不要用拼接的啦，因为我是用2个不一样规格的电池下去做拼接的，那也不晓得日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啦。这一台的厂牌富士电通的，型号是 FTVC2200 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它是可以充饱的。蓝色灯很亮就是充饱了，充饱以后量个电压看看，电压有到26伏了，证明说我们电池更换过程是没有问题的。2速的，吸力有稍微提升一点点，不过不是很明显啦。最大档是这样子而已。经过我昨天初步的测试，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很明显的提升吸尘的效能。有网友写信跟我讲说，可以考虑改用动力电池看看。那我这边目前是没有动力电池可以来做更换啦。有跟我讲说可能是放电系数的问题。如果以更换电池的角度来说，那我这一篇文章是成功的。那如果以要提升吸力的话，那这一篇是失败的。不过我自己是要练习电池的更换啦，目前已经更换完成，那我们就是持续使用了，因为它还是可以用在一些比较简单的吸尘的作用上嘛。那我这一篇富士电通充电式吸尘器的电池更换维修文章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或分享，谢谢。